7月 CamView IV10中文版整合包震撼更新，妥妥的小白福音。很多新手被 CamView I 劝退，无非3点：全英文看不懂，配环境一堆报错，找不到能用的工作流。这次新版本全部针对性优化，不玩虚的。全中文界面支持中文提示词，根本不需要懂英文。下载解压直接双击启动，省去几小时折腾配置的时间。除此之外，新版本内置几百套主流工作流与模型，漫剧、视频生成、3D 全覆盖，不用到处找资源踩坑。生成图片点一下就行，生成视频也是点一下的事。底层同步官方最新内核，优化显存占用，低配显卡也能稳定运行。不管是做漫剧、短剧、电商美工、游戏美术，这套整合包都能满足需求。只要你是我粉丝，留下3个6，直接甩给你。接下来开始教学。Hello， 我们今天继续来学习我们的 CamView I。那么现在同学们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套 ControlNet 的姿势控制加图生图的 CamView I 工作流。那么这一套工作流呢，就是要比我们之前学的那些基础操作呢，又要更加难上一些了。那么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提供一张真人的这个图片，然后呢，提取它的一个人物骨骼姿态。通过锁定它的这个站姿呢，最后生成一个与之姿势相同的人物图像。那么听起来呢，是不是感觉有一点点小复杂？没关系，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学习如何进行这种操作。那么首先我们对整个工作流呢进行一个逐个拆解，分为4个板块。像这里面就是我们的模型加载板块，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大模型、文本加载器、用于图像解码和编码的加载器，以及我们的一个姿势模型加载器。这块呢就是我们的模型板块，然后这一块就是我们的姿势呢提取板块，包括我们的图像预处理，以及我们的 OpenPose 骨骼的预处理器。那么是这样的一个块。第3块呢则是我们的这个条件控制。那么主要就是通过我们输入的文本呢，来对它进行个控制了。第4个就是我们的双采样控制，通过我们的双采样器呢，对我们的生成图像进行优化和提升，这样子呢，可以输出更加高清、更加有质感的图像。那么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模型加载区。那么加载了我们的 Z-Image 的模型，那么我们使用的是FP16的，那么这样子呢，它的显存占用更低，出图的速度更快，那么也是为什么这套工作流速度快的一个原因。第2个则是我们的千问3 4B 通义千问常用的文本处理器，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完美的识别我们中文的提示词，那么不需要额外的安装中文插件，直接写中文描述呢就能生效，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些新手。设备选择默认即可，然后 VE 这里呢，我们直接使用这一套，那么专门呢用来矫正我们模型的色彩，避免我们的画面发灰啊、饱和度不足啊，那么能够保证我们人像的肤色自然通透，以及加载我们的模型补丁。那么这个补丁呢，主要就是为了给我们的 Z-Image 模型追加 ControlNet 的识别能力，让我们的主模型呢也可以接收我们下方的这些姿势控制，那么解决了原生的 Z-Image 模型它不兼容 ControlNet 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通过这4个节点就搭建了一套支持 ControlNet 的中文友好极速出图的 AI 绘画的底层环境了。听起来还是挺简单的，对吧？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图像，这个就是我们工作流的核心环节，姿势的提取以及预处理。那么首先我们需要上传我们的原图，一张站姿的女生照片，这是我们的参考图像。我们可以将原图呢进行一个缩放，同时保证画面的一个比例不变形。因为我们输入的原图它的尺寸过大的话，会导致我们处理的时间过长，同时影响到我们后续的图像生成，因为有可能爆显存嘛。因此我们需要把它进行一个缩放，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要对它的一个人像进行双向的拉伸，我们要么呢就缩放到这个长度，要么呢就缩放到边，不要导致这个图像呢发生畸变了。下方呢是我们的集成预处理器，
这里面我们其实有很多选项是可以选择的。这里面我们人像的话，常用是使用这个 DW 的姿势域处理器。那么这个处理器呢，会自动的识别我们的人体，把照片中人物的肩啊、腰啊、四肢、手指都提取成我们的彩色的骨骼图像。那么我们在这个右侧的预览窗口里面的这些彩色线条呢，就是提取出来的这些姿势骨架了。那么后续 AI 绘画呢，会严格的跟随这根骨架，人物的姿势呢一动不动。同时，我们怎么修改我们的提示词、人物的站姿呢？基本上都会跟这张图像呢保持一个一致性，不会歪和变形。而在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的文本编码器，这里面我们随便输入一个提示词，一位美女。那么搭载我们的中文 clip 呢，就能够精准的识别这样的文字描述了。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把这些条件传送给我们的采样器。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ControlNet 的控制节点，那么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输入了我们的大模型 VAE 以及我们的模型补丁，就是这个搭载了我们姿势控制模型的这个补丁。然后也会传入进来，包括下方的姿势图像也会传上来。那么呢，就是非常关键了。而这个空 latent 就是我们生成的空白的前空间画布。那么尺寸呢，和之前缩放后的图像呢，尺寸呢也会有所一致。这样呢，就为我们的生图预留了图像的空间。而第四个呢，则是我们的采样器。那么这是这套工作流的一个进阶的巧思，也是新手最容易看不懂的地方。那么就是用我们的双采样器来进行图生图的混合采样。那么这种采样呢，会比我们普通的单采样图生图呢效果更稳定，它不容易出现这个人脸的崩坏肢体的扭曲这种。我们把采样器后的数据呢输入到我们的解码器当中。通过解码器，最后就生成了我们肉眼可见的人物图像。我们是可以看到人物的站姿和原图是完全一致的，然后服装人物都进行了一个变化。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工作流程。这里面我们自己再重新生产一下，那么可以看到也是生成了一张新的图像。那么最后我们来对整个工作流呢进行一个复盘。首先，我们的底层呢就是加载我们的模型以及中文的 clip， 再搭配上我们的 ControlNet 补丁，再搭配上我们的 ControlNet 补丁，这样子就实现了我们的中文绘图环境。然后再上传原图，提取我们的人物骨骼姿态，通过 ControlNet 呢把动作锁死，生成使用我们的双采样器进行质量优化，最后通过我们的解码器呢进行解码出图。那么就完美精确的实现了最后的生图环节。那么这就是本节课的全部内容。Hello， 那么今天这一节课呢，让我们来深入 CamFUI 的一些进阶课程。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已经彻底的掌握了 CamFUI 的一些基础操作，以及包括像纹身图、图像高清放大等等操作细节。那么我们自始至终呢，一直在一个纹身图，也就是图片生成的阶段进行出发。那么我们也是时候来接触一个比较重要的技术手段了，那么就是我们的图像的局部修改。这种局部修改包括什么呢？包括图片本身的某个部位的一些改变，又包括整张图片的一些扩图，又或者整体的一个某样物品替换。那么这些都属于我们的一个图像编辑的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要来熟练的掌握好这一些技能。当然市面上目前呢也有很多更加直接有效的方式呢，来帮助我们进行这些图像的修改。就比如说直接将我们的图像呢发送给我们的豆包。但是我们使用或者学习这款软件，那么有一些基础的操作我们一定是要掌握的，就算我们要不要用，我们也只是在为后面的一些进阶的一些操作打下一个基础，因为其实有很多原理呢是通用的，那么掌握起来肯定不会吃亏的，好吧？那么这个工作流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Flux 的局部重绘工作流。
那么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上传我们的一个人物图像，通过遮挡呢圈出需要修改的区域，然后呢可以看到我们会对这块区域呢进行一个标记，最终实现我们一个局部修改的操作。那么它只会重绘我们遮罩内的画面，其他的人物、姿态、五官、背景、构图100%进行完整的保留。那么这就是这项工作流的一个核心的用法。那么具体怎么使用，我们来分析一下。那么首先呢，它分为5个区域。第一块呢，就是我们的原图呢进行输入，然后通过我们的遮罩软件呢进行一个遮罩的一个预处理。第二个呢，则是我们的模型加载，使用我们的 Flux 模型呢进行底层生成，形成基础的绘图环境。第三部分呢，则是通过我们的提示词进行编码，同时加入我们 Flux 的一个专属引导，来控制我们重绘的强度。第四个呢，则是我们的差分扩散局部重绘的采样核心。第5部分呢，则是我们的最后的出图预览以及成品的输出。那么就分为这5个部分。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些地方。首先就是需要上传我们的原始人物的图像。我们点击一下右键，然后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在遮罩编辑器中打开画布，点击进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鼠标控制它的一个画笔，使用左键呢进行一个涂抹。那么可以看到有块黑色的区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之后可以对它进行重绘的地方了。那么想要修改或者是撤回的话，就点这个返回按钮。然后你不想要了这一块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左边的这个橡皮擦工具给它进行一个擦除。那么这样的一个操作也是比较简单的。然后我们需要通过我们的图像缩放呢，对原图呢进行一个处理，毕竟有些图它实在太大了，不方便我们后期进行修改。因此呢，我们需要使用这种图像的放大缩小的工具。在这里面我们要锁定它的一个长度。那么像这里面只需要着重的看一下这个缩放至边，我们选择最长，然后是缩放长度为1280，那么保持它的一个整体的人物细节不变。同时在这个遮罩预览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红色的那个区域，刚才我们涂抹的黑色区域，现在已经被电脑识别出来了，然后是红色展现的地方，这代表我们等会儿区域的识别没有出错。我们进行了一个原始的图像上传以及遮罩处理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模型这里面了。那么使用到的是 Flux 的全套模型加载组。那么 Flux 和我们之前介绍的那一些模型呢又有所区别。首先它是采用的双 clip 加载器，也就是说它需要搭载2个。为什么呢？我们最开始的生成模型它只能够理解一个一个的单词，就比如说一块表、白天、黑夜、女人、头发这样子的一个单词组，它并不能够理解我们的长文本的一些句子。因此我们在后面引入了我们的这个 clip 之后呢，我们就能够识别一些很长的句子，比如说一个穿着黑色连衣裙的紫色头发的30岁女人，对吧？就是它是可以理解了一个很长的句子。那么这就是我们后面进行了一个增强的一个引入，它就能够理解了，然后加载一个 VAE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生图。而为了方便我们进行图像修改呢，这地方还需要一个 LoRa 来进行加载。那么 LoRa 模型呢，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在后面所遇到的很多需要进行特定风格或者特殊功能的时候，就会要使用到我们的 LoRa。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小的模型，大概只有100多 MB， 比起我们的大模型来说是非常小的。而这个模型呢，一般也是在我们原本的一些模型网站都有所设计，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下载。第3部分呢，则是我们的一个提示词部分。我们通过输入提示词呢，可以重新来对遮罩区域内进行生图，然后我们通过控制这个引导系数来对提示词呢进行是否强行遵循。那么它这个值呢越高，那么我们的 AI 对于提示词的执行力度也就会越贴合。
也就会越强，这么就可以这样子来理解。而右上角这一块呢，是我们整套工作流最关键的核心的进阶节点。首先，这个差异扩散，那么它的核心逻辑呢，就是只修改我们的遮罩标记区域，完全保留遮罩以外的原图元素。那么普通的图生图呢，会整张图呢进行重绘，容易崩坏一些人脸啊、扭曲背景什么的。而差分扩散呢，就只会针对于我们的一些局部来进行修改。而内部模型条件呢，则是将我们所有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提示词、原图、遮罩，给我们的采样器呢进行一个参数提供，起到的是这么一个作用。而采样器呢就很简单了，是我们最终进行生成的地方，然后通过 VE 的一个解码器，将空间数据呢转换为可视图像，然后最终来输出我们修复完成的新图。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体的核心逻辑。那么通过下方的图像对比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修复的非常成功，对吧？除了我们想要修改遮罩的部分会有所不同以外，其他的地方还是没有任何变化的。那么除了我们修改的地方有所变化，那么除了我们遮罩区域呢有所变化以外，其他的地方都是没什么变化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到的一个图像编辑的操作。那么相信大家也有所体会，在看完视频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试一试，掌握好能不能够流畅的使用这套工作流来进行图片的编辑。Hello， 那么继续来学习我们的 Canva UI。那么在之前的课程中，我们简单的学习了一下有关于我们图像局部修改的一些小操作。那么今天呢，让我们来学习一些有关于如何将图像进行一个扩图。那么这个操作呢，适用于我们有时候对于图像素材它的一个尺寸比较小，或者想添加一些内容的时候，那么还是比较方便的。那么这套工作流呢，就是一个向外延伸扩展画布，在保留了原图的人物构图结构整体不变的前提下，自动的向上下左右进行一个扩充延伸，实现了这个图像呢尺寸进行增加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功能。那么整个流程呢和我们之前所学习的那个局部重绘呢差别不是很大，所要使用到的功能呢主要就是体现在一个外部画板差距这里面，也就是这个地方，像上面的模型加载啊，以及包括我们的采样使用啊，其实差别不是很大的。那么等会儿我也会为大家就是讲解一下如何手把手的来搭建这个工作流，看看是怎么一个使用的方式。但是这里呢，为了给大家进行一个复习，我们还是简单的说一下，就不像之前上一节视频说的那么详细了。那么首先依旧是我们的一个原图输入，然后以及一个画布外预处理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上传我们的一个原始人物图像，然后是1024×1024的，然后它没有人物的下半身。那么我们最后的结果是需要将这个人物呢向下扩充一些，以及两侧的这个街道啊，还有上方这块进行一个4个方向的一个扩充，然后它的一个像素呢扩充104，也没有扩充很大，因为扩充很大的话也容易崩显存，所以呢我们就使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工具，把它简单的进行了一个小缩放，最后可以得到的是一个1424，也就是像这里面的1216加上我们的104×2，对吧？两边208嘛，然后加上这个，然后最后是1424。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得到了一个4边都带有灰色像素的一个图像。你可以理解为这个就是遮罩，这个就是一个类似于我们之前手画的那个黑色的遮罩的一个替代品吧，算是。就是说这个是机器自动识别的，然后不用我们自己手画了。而这个操作的话，无非就是调整这里的一个数字来控制它要延伸的像素。比如说你想左边控制延伸200，那你直接在这个左这个位置输入200就行了，那么也是很简单。然后上方的依旧是搭载我们的 Flux 的一个模型套装，包括我们的局部重绘的模型套装，像这个3件套嘛，然后加载了一个提供特定功能的一个 Roller，
而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不需要输入我们的文本提示词了，因为我们不需要对它进行一个影响，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软件呢识别这个图片上的这些元素，以此呢来进行一个扩充。不然的话，我们需要将这个图像上每个边缘的一些元素还输入给 AI 让它进行识别的话，这样的方式就很傻了，对吧？就很难进行一个操作。所以这一块的文字提示词这里面我们就不需要输入了，我们直接看到采样后面，在采样器里面，我们通过这个内部模型条件提供的条件呢，然后直接进行采样，最后进行一个出图输出，最后我们也可以简单看一下生成的效果，对吧？这个地方是我们之前的原图嘛，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扩展，你会发现，整体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就比如说像这个腿这里啊，像这个衣服褶皱，以及包括右下角的光影，对吧？这些地方就是衔接起来都非常的好，就是不是生硬。那么这一点其实也和我们这个参数有关系，就是羽化值这里面，这个羽化值呢，你对它进行调整，它会优化我们最后两个地方衔接的地方，就是我们生成出来的地方和我们原图的地方，它会进行一个柔和过渡。那么扩展出来的背景呢，不会出现一些生硬的拼接断层，因此呢，这个效果也是挺好的。然后这个值我们也不要动，就用我提供的这个就行了。然后是用起来比较方便的，最后会得到一个这样的结果，效果也是很不错。Hello， 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啊！那么今天呢，依旧是我们的 CamFUI 使用教学。那么在拆解今天这套工作流之前呢，先给大家说几句心里话吧，算是。就是我知道呢，大家对于我们目前的这个 AI 前景啊，是比较迷茫，甚至有点矛盾的。那么很多人呢会觉得这个 AI 绘图啊，或者是这种 AI 工具啊，只是昙花一现，就是学了之后但是没有作用。那么还有一些人呢觉得就是试用过那种网页一键的那种工具，可能觉得效果不是那么好，做不出那种商业级的这个效果。以及还有非常让人担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现在的 AI 工具更新得很快，那么今天学完了，可能明天就会淘汰。那么花时间来学习我们的 CamFUI 啊，纯属是就是白费功夫。那么这里面我统一给大家说一下，不用这样子焦虑。就是为什么呢？就是首先啊，我们的 CamFUI 它是一种批量的生产工具，就是在目前这个阶段，能够批量进行生产的工具是很恐怖的，因为它代表了什么？它代表了非常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上的减少。没有哪个老板不希望多赚点钱，对吧？那我能够用这种 AI 工具呢，一键批量生成，那肯定是要比单个进行出图要更舒服的多的。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这个玩意啊，一定得是那种可以自定义修改的。我不可能说，就是说我每一次想完成一个事情呢，我都得等别人做出来一个结果，我再自己去用。我们一定要是自己就能够随意的进行个搭配，而 CamFUI 呢，刚好能够满足我们，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搭建那些标准化的工作流，然后这种工作流程呢，就可以无限的复用，然后批量的进行处理。那么也是目前这个商业接单啊，或者是那种工作室流水线这种唯一稳定的 AI 方案了。而且有一点非常重要的是，就是这些模型，你今天可以用这个模型，明天也可以用那个模型，这说明我们的模型是完全可以自由更新的。那明天这个市场上出现了新的模型，那我直接就用新的模型就好了，一点都不影响我们之前在 CamFUI 中投入的时间，反而这笔时间呢，会大大的增加我们的工作效率，节约我们的时间成本。就不存在说之前的技巧全部作废了，咱们是有这种可迁移的技术能力的。那么就先说到这里，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工作流。那么这套工作流呢，它主要采取的一个方式依旧是我们之前所使用的模型搭配，但是它有一个另外不同的功能，就是说可以实现一个万物移除的效果。就比如说这里这个女生左手有这样的一个手环，通过这个工作流进行处理之后呢，它就没有了，也包括这个女生头上的发卡，那么通过工作流处理之后也没有了，同时还实现了两者这种人物的模型、结构、背景
通通都保持不变，就效果很好。所以也是为什么要教给大家，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些应用场景啊，就比如说，想要去 P 个图啊，或者是怎么样的，以及包括有时候素材受到污染了，但是我们需要去指定这个修改范围嘛，这个工作流呢都可以非常好的来解决。尤其是我们商用的那些摄影后期，经常需要去除多余的路人啊，或者是背景杂物啊，以及包括我们影楼修图、电商的产品图去瑕疵，那么都能够使用这种工作流呢，直接落地接单，那么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那么看完这种实操，你就可以直观的感受这种 Canva UI 精细可控的这种优势了，那么就能够打破之前这种 AI 修图不真实的刻板印象。那么还是回到我们的 Canva UI 中，就是这个工作流。那么主要的工作流程依旧是加载一张图像进来，然后右键手绘一个通道。那么这一块的这个发卡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要消除的区域。但是现在因为我已经给它涂上了，所以大家可能看不太清楚。那么我把这个勾选掉，大家是不是就能够看到这个蓝色的发卡了？我再给它选上，对吧？就是你把它涂抹的匀称一点嘛。在这个右边有这个调节厚度的，就可以调节这个笔刷的大小。像这里你就可以把它调小一点嘛，慢慢的刷。然后你觉得刷的不好用呢，你就按下 Ctrl 把这个图像进行放大。这样子也可以很好的刷掉这个遮罩。我们回到这张图这边处理，那么依旧是将它进行一个缩放，原理也就是为了节约我们的使用显存，同时呢保持这个细节都能够修复完善，这样子就能够获取到我们的遮罩了。这一部分完成之后，就得看一下我们的模型加载，那么也就是这几个模型，但是和之前有所区别的是，这个地方我们又新增加了一个去除模型，这个是我们之前所谓的一个增强重绘的一个模型，然后这里又来了一个去除模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添加不同的 RUA 组合来实现不同的效果。然后下方呢，主要是去除物体啊、去除物品什么的，也很好理解。然后就通过我们的一个重绘采样的一个节点，最终呢就实现了这种出图。那么像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再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直接复制这一张图片，然后粘贴到这个输入框来，然后再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右键打开这个遮罩处理器，我们先用这个画笔呢对它的这个耳环进行一个涂抹，把它涂上，有点小的地方我们放大一点，然后把它涂干净一点，然后点击左上角的这个保存。涂好了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上角运行，那就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框在疯狂的跳动，就代表它正在运行加载了。那么可以看到已经生成完成了，我们看看生成的效果怎么样。那么可以看到我们的耳环呢就已经完全被去除了，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整体的这个流程并不复杂，那么主要是看我们的使用方式是不是能够切合满足我们自身的这个需求。其中我们一定要多想一想，就是说我们使用 Canva UI 的这款软件，它的一个最大优势是什么？难道不就是所谓的标准化、批量化、精准化？那么我们把握住这几个优势之后，那么你还认为这样的一个技术发挥不了作用吗？我相信大家心里也有了答案了。